在21世纪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里，竟然还存在这样的一个原始部落，他们还以原始社会的形态生活着，生活只为了填饱肚子。狩猎野生动物是他们维持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和现代高度物质文明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桑尼为了了解当地的原始部落，来到了斯里兰卡某处森林处。此时他们正好吃完早餐去打猎，部落的人看到有外来人都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，他们的热情让桑尼猝不及防，打招呼的手势也是非常特别。现代文明人经常会来到这里跟他们交流，所以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这片森林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，狩猎野生动物是他们获得蛋白质来源唯一的途径。森林中的野果也是用来填饱肚子，有些植物可以做成食物的调料，各种植物材料研磨出来就直接往嘴里塞。他们每天都能享受到别具一格的野外野炊。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桑尼，还特意为他拿了一块方糖，这块方糖正是他们用野外的蜂蜜做成的。煮开的茶水看起来有点不干净。招待好桑尼后，就开始他们今天的狩猎。为了能让刀子和石斧头更加锋利，直接在石头里进行研磨。狩猎野生动物少不了弓箭和长矛，虽然武器非常落后，但他们的狩猎技巧非常精湛。为了避免惊吓到猎物，每一步都是非常的轻盈。他们对食物没有任何挑剔，都是来者不拒，安静等待狩猎的最佳时机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，一只漂亮的孔雀从它前方路过。野生的孔雀警惕性非常高，活动时不时抬头观望周围动静，等待安静无人的时候，竟然孔雀开屏。这样的美景很少见，与兼具有虹彩光泽的眼圈。虽然如此漂亮，但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来说，只不过是蛋白质的来源。一人一鸟，四目相对，猎人露出了死亡的凝视。孔雀开屏自作多情，他还不知道他表达的对象已经搞错了。经过一轮的折腾，孔雀最终发出了一声哀嚎声，从此断送了自己的前程。猎人直接拿着孔雀和狩猎工具返回营地。温馨提示：这里是国外的合法捕猎区，在我国，孔雀是属于一级保护动物，请不要以身试法。在回去营地的时候，还顺便捡些柴火。羽毛非常华丽，充分展现了凤凰的姿态，但最终还是被猎人拿捏住了命门。这是一只雄性的孔雀，现在他们开始起火开煮。桑尼虽然是一位食客，但对于稀缺的孔雀却从来没吃过。起火的工具也是非常原始，但熟练的起火方式很快让他们取到火星，将烧着的原料包裹起来，再进行有氧燃烧。在他巧妙的吹嘘下，包裹起来的燃料开始浓烟四起，很快就将他们拿回来的干草木柴点着了。狩猎回来的孔雀只能在一旁等待被烧烤的命运。孔雀毛也不拔，直接放到火堆里进行烧烤。烧焦的羽毛产生大量的浓烟，浓烟会带有刺激性的气味，这种气味正是二氧化硫。毕竟羽毛和蛋白质都含有硫氨基酸。将孔雀的羽毛烤焦之后，就可以将身上的焦炭给刮掉。孔雀的皮肉被烤成焦黄色，所有的羽毛烤焦后就可以开始解剖。解剖的手法也是简单粗暴，解剖后继续放到火堆里进行烧烤，直至烤到5成熟后，就将孔雀的尾部切割下来。尾部的蛋白质脂肪非常丰富，对某些有少许癖好的人，这种鸡屁股是非常美味的。但对于原始部落的人都不太喜欢这种跟下水道打交道的部位。解剖好后，就来到小溪里进行清洗干净。为了填饱肚子，他们对食物没有选择权，都是来者不拒。这就是斯里兰卡原始部落维达部落。为了能将鸡肉剁碎，直接用斧头进行切割，厨具都是现场制作，制作好的框架是用来烧烤的，直接将孔雀肉放到烤架上进行烧烤。他们用到的所有厨具都是来自于大自然，每隔几分钟都要进行翻烤，剩下来的肉会用锅里进行煮汤。为了能取到干净的水，会在小溪旁边的沙土里挖坑，经过沙子净化过的小溪水会干净一些，这就是他们日常食用的干净水源。把切好的肉块放到锅里，再放上打来的水，放上食盐和其他调味剂，调味剂主要是辣椒粉和胡椒粉，搅拌均匀后直接放到石头上进行烧煮，同时会往锅里加上柠檬汁和面粉，面粉会让这些肉和汤汁变得更加浓稠。为了能填饱肚子，还会煮一锅玉米粉，这些白色的面团就是他们的主食，煮熟的肉汤就是他们的菜谱。用来吃饭的碗也是现场采摘的树叶，这就是他们最原始的生活，以天为幕，以地为席，拿起树叶直接用手抓着吃。桑尼也要尝试一下这别具一格的野炊，孔雀肉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，肉质非常有嚼劲。另一道用火烧烤的烤肉还在进行中，烤好的孔雀肉切成小块。为了寻找用来调味的蜂蜜，他们会直接爬上树进行采摘，采摘到的蜂蜜直接倒到烤肉里进行调味。调制好的孔雀肉看起来非常有食欲，吃起来非常有嚼劲，而且还有野生的味道。野生的孔雀肉基本上没有多少脂肪，
连部落的人吃起来都连连称赞。他们的饭后小吃也是非常的特别，烤熟的蜗牛直接敲碎，用树叶包起来进行研磨，坚果肉和蜗牛混合为一体，这就是斯里兰卡维达部落的生活。